大家好，我是 Tiny。鉴于大家对高难度技术镜头拆解这个系列比较感兴趣，我会继续录制这个系列。然后本期的话，我挑了3个片子。这是第一个片子是 Man vs Machine 的一个经典的巧克力动画的一个制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镜头基本上就是一个炫技的一个片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还是使用的一个经典组合胡迪尼加 Redshift。它本身的话，整个片子它可以说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镜头，所以它不需要有一个大幅度的运动。那么它在胡迪尼当中完成渲染的话，就会效率反而会更高。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镜头就是可以说从无到有，然后变成一个冰淇淋。像这样的一个镜头的话，大概有2种的制作方法。一个是设置一个底部这样一个发射源，然后发射粒子发射液体，然后充满，这是其中一种。第二种的话就是作为有那个烟雾发射源，充满这个容器，然后通过烟雾通过 convert VDB 变成 VDB 之后再转为那个 polygon。然后如果考虑到这种颜色的话，是有会有2个发射源。如果是液体的话，也会是有2个发射源。然后2个发射源在包 mesh 之后，最后对2种不同的属性做一个 blur 之后，在后期做一个颜色的一个映射。这个的话，具体其实我在就是我在这个教程里面讲到的方法。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扭曲吧，这可能也有一些后期的一些办法。然后这个的话，这个镜头看着很复杂，其实它是这样，它是在第一帧的时候，它会依照这个冰淇淋的一个模样，然后这种旋转的方式撒点。怎么说呢？我简单的测试了一下，就是你看它在圆圈上发射点之后，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冰淇淋的一个形状发射点，然后再把这个碎片克隆上去。就整体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对一个点进行处理，我们不需要做这个 RBD 的一个破碎或者是 RBD 的一个碰撞，因为它其实这个镜头1秒钟左右，它即使有一些轻微的穿插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对点做一个处理，然后做力比如说那个扩散然后上面叠几层给一个向前的力，然后再把这些碎片克隆上去。你看这是3种不一样的碎片嘛？这个你可以说巧克力豆，这前面的话就是2种，一种灰色的巧克力跟一种棕色跟一种白色。看这个也是，它并不是由一个完整的冰淇淋变成这样子，它其实手针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所以我们其实就可以通过撒点撒几层，然后把周围的这些点删除掉，变成这个冰淇淋的一个椭圆形。这个也是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反向，是吧？反向。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液体做了一个发射源。发射源的话，就是在这些位置给一些力场，让这些开始发射。这个也是，其实这个的话，这底下这个镜头的话，也是就是在一个冰淇淋的一个容器里面撒点之后，给一个吸引力场做一个反向的一个力，然后再做一个回放，对吧？它就往回收，然后后期我们再把这些点，把这个碎片克隆在这个点上面，包括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倒放。这个的话就涉及到一些破碎了。这个的话我们要分几层来做，就是这外面有一层灰色的，然后这里面有一层白色的。然后上面的话给一个向上的力，下面呢给一个向下的一个重力。然后这个还是一个发射源。注意啊，这个地方的话，它是一个持续的发射源，它不是只发射一针。像这种液体的话，它就要不停的去做测试，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视觉效果，就是非常耗费时间的。你像这个的话，它就有一个向上的力，然后还有带一点点旋转的力，然后给了一个倒放。它发射是旋转向上，然后再倒放回来，对吧？然后这个也是，这个颜色的话，其实也是这个发射源，就是我们在第一帧的时候，这个发射源就要给它映射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形，你给它一个属性，这些颜色都是通过后期的一个属性去映射回来的。其实原理方法还是我那个口红的那个案例，包括这个也是。然后这个是发射源本身有带点旋转，然后它也是一个持续的发射源。然后这个的话可能就没有涉及到碰撞。这个我们用 CSD 来解释的话，其实它是外面这一层做好破碎之后，然后给了一个就是动态图形的效果，通过属性通过这个域，然后往外延伸，是吧？这个应该是很好理解的。然后这里面的话，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冰淇淋，然后做了一个 vellum， 然后也是通过这个区域，或者你也可以理解为 CSD 的域，或者是胡迪尼的一个属性，对这一块属性做一个叫什么？我们 vellum close blue， 就是我们对这个 pressure 通过那个属性来控制这个resonance scale。当你这个属性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 resonance scale 就给它放大。这个是比较复杂的办法，其实我们可以用更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做两个物体，一个是原本的这个雪糕，就是里面这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的话也是这个雪糕，但是我给它模拟一帧或者模拟2帧，让它有一个充气的过程，然后我们通过后期的一个 lerp 是吧，或者是可以通过这个，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lerp 的方式是吧？左边的物体的话，我们可以说，比如说我们给一个 sphere 小一点，右边给一个大一点的。通过这个 lerp 的方式的话，对它的一个二者做一个混合是吧？或者是我们也可以使用 Blender Shapes，
读取到这个属性是吧？读取到这个属性，或者是 warp， 通过一个 mix 二者的一个mix 二者的一个 P 属性，对吧？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属性引入进来，是吧？比如说它叫 mask， 是一样的。比如说这里演示一下，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我使用一个 mops ship fourth。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样有个这样的效果，是吧？这是比较简单办法。好，我们继续往下。这个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些都其实不用模拟，这个也是，这还是发射源，然后到放。这个的话其实是点变成那个 VDB， 做一个旋转。就这个点变成 VDB， 其实也这个的话，也就是点变成 VDB。然后的话，其实也是不用模拟的，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属性的一个延伸。这个话其实是个clip，就是对，它可以有点像后期的一个变化，通过后期的方法。这些都是一些剪辑。然后这个就是你像这个镜头的话，它是发射源，然后只在这个平面上发射。然后你看它这个颜色的变化，它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是说它给了一个噪波，它对这个点给了一个噪波，然后这个噪波是一个变化的属性，对吧？变化的属性，然后把这个噪波作为它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颜色的一个映射。这个的话，就是发射源。这其实我们这两部分我们可以分开来做，是吧？比如说我们只看上部分，上面一个发射源，然后给了一个立场，一个吸引立场，就是吸引到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它有一个这个雪糕上面它有一个 N 属性，然后我们给一个反向的 N， 让它紧贴到这个冰淇淋的一个表面。然后这个的话，这个上面这个凸起的话，就是我们从这个发射的这个圆这些点里面选取其中的一部分，通过 ID 的办法选取一部分，然后后期克隆上去。这个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粘稠流体的一个创作一个模拟。
这个可以，这个是分了2层的。你不要看它是这个效果好像是一起做的，实际上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的话，它其实是做2层。这话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也是选出其中的一些点，把这个克隆上去，把这个巧克力这个硬的这部分。像这个的话，我们就是用这个的话，其实制作方法有很多。一种是我们通过那个 vellum 的点，就 vellum grain， 然后上面给一些胶水，然后做一个拉扯，然后后期的话把这些点变成 VDB， 然后再包成 polygon， 是吧？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直接对一个模型做成它一个叫什么一个 balloon 或者是其他的struts 都可以，然后做一个拉扯，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后期把它包 mesh 的方式 VDB 的方式达到这种效果。这个的话我猜的话应该是也不是通过模拟，它是通过一个属性的，在一个平面上给了属性，然后通过属性做那个 displace among normal， 然后也是做了几层，达到了这种类似流体的这种效果。因为它这个模型最后生成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实的，所以它不太可能是纯液体模拟，所以它应该是本身是对一个模型上面做一些属性的一些变化来去做后期的这就是这个项目。让我们来看这个项目。这个动画的话，我们看着好像很复杂，实际上它就是一两个特效的一个来回切换。这个它是使用一个胡迪尼做一个特效的模拟，然后 Redshift 在 C4D 当中完成渲染，6口或者是 A1 做的后期。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首先是做了破碎，然后自然落下，然后这个粒子实际上向上的这个粒子，这个碎片是跟最开始这个鞋子的是没有关系的，它是通过这样往上之后，然后其他的这个碎片，原始的这个鞋子碎片做了一个属性的消失。然后它这个的话其实我倾向于它是这样做的，它是这个鞋子，如果是我来做它是这个鞋子本身有一个属性的延伸，从这边到这边，然后在边缘的位置发射粒子，这个粒子是给了一个方向力，这样一个弧形，然后落到地上，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做了一个倒放，这个粒子也是做了一个倒放，它本身模拟它是这样从这个地方发射粒子，然后这样掉在地上，然后这个鞋子也是做了一个倒放，属性的消失。这个鞋子相对来说就是属性的消失比较简单，然后它只是在边缘的这些位置给了一些比较大的类似于编织线一样的东西，就你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实际上它里面是空的，是吧？这个鞋子它是个空的，只是在这个表层上面给了很大的一个编织线而已。这个同样也是一个破碎，然后发射粒子嘛，也是一个反向，就是一模一样，方法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比较难的就是你得注意到它第一个镜头跟最后一个镜头它是一个循环，你要注意接上。像这个的话，我在
那个循环的那个液滴那个课程里面涉及到一个循环动画的制作。这个的话它没有动态啊，没有动态的话就不太好去解析。像这个单帧的话，肯定是这个地方很多线嘛，然后通过 add 的 ID 数让这些线相连，对吧？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项目，这个它是使用的是 Octane 去渲染的。这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水灌厂，像水灌厂的制作的话，我们通常是2种解决方案。第一种就是自然的坠落，一个水滴落到这个液体表面。然后第二种这个的话，就第一种方法的话就是比较耗费时间，因为你是纯通过一个模拟要达到这种效果，或者是第二种就是我们水滴还是水滴，但是我们的这个水的形态的制作不是通过这种直接的碰撞，而是通过给了一个力场，就是在这个水滴落下的这个周围给了一个发射向的一个力，让它模拟出这种炸开的这种效果。像这个的话，它这个镜头其实它并不是这个手表从水里面起来啊，这个实际上就是只对这个最上面这层玻璃，我们可以理解为玻璃，实际它就是一层模型，然后给了一个 ripple 水滴的一个类似于水滴的一个效果而已。就是 ripple 就是虎丁里面会有一个专门的 ripple solver 是吧，去做这个事情。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属性的延伸，然后2种材质的一个混合。然后这个的话是，这是分了2层，一个是表带的话 ，VDB 的一个生长，然后在生长的时候，生长的最前端的话，它会有作为生成一个发射源，然后向上发射。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水的形态，我们可以判断出这个水它给的表面张力是比较大的，然后就从这个颗粒度，另外就是它的这个精细度，我们可以看到它给的子步针，或者说我们它的一个 time scale 给的比较低，就是在这里面。time scale 给的比较低是吧？或者是这 scale 给的比较高，比如说5到6啊，0.1啊，因为你要考虑到这种特写。这个就是给了一个圆形的，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圆形的一个水珠，直接模拟碰撞到这个表盘上。
这个的话你可以说两边都有水滴炸开，或者说像这种这么大的一个液体表面，比较可能的方式就是它有两个液滴发生碰撞延伸出来的这样一个画面。这个的话最后应该是一个后期制作的一个办法。有一些朋友对上一期的一些镜头的制作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就做了一下简单的一个测试，这是其中的一个多个发射源，然后向上，然后有一个旋转，最后变成粒子，变成液体。这个是奥迪那个镜头的一个 logo。以及这个镜头就是机械部件的其中的一个镜头。我会将这些测试的文件放在阿菲亚店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上面获取。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你可以告诉我，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